我个人还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开酱粉，才是冠军。什么玩意儿啊！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我是老佳。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20款来自 Trader Joe's 的调料。这20款调料呢，都来自世界的各个国家，但是呢，它都可以用在我们的中餐当中。我们按照我们的喜爱程度以及使用的频率呢，给它做了一个排名。那么呢，我就从第20名开始说起。它是一款来自于意大利的辣椒酱。它虽然是来自于意大利，但是它的味道呀，还有它的样子呀，都和我们传统的四川剁椒酱非常的接近。这个吃过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我曾经用它做过剁椒蒸鲈鱼、剁椒茄子，还有剁椒鱼片，非常的方便，放它几乎就不需要再放其他的调料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来自意大利的辣椒、植物油橄榄油，还有干的罗勒叶。大家一听罗勒叶就感觉它好像这是偏西式的这种调料，可是不是，放在里面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式食谱的口味的，所以超级无敌推荐。排名第19的呢，就是 Trader Joe's 他们家的这款调料。这个呢，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它是一款非常好的综合的调料。它里面有芝麻、海盐、干的蒜片、干的洋葱片，还有黑芝麻，然后就是罂粟籽。这个罂粟籽它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是公认的完全无毒，并且安全，而且也不上瘾的，甚至于它还含有很多对人体比较好的这个营养物质，跟罂粟壳是完全不一样的。凡是放芝麻的地方我都会用它代替，因为它真的非常香。你把它打开那一瞬间，你就能闻到它扑面而来的那个香味儿。蒸花卷烙饼做中式面点基本上都可以用它。炒菜的时候和煮汤的时候我也会往里放一点，这样的味道呢就会更加浓郁，因为它是一个综合调料，你里面又有洋葱又有蒜，所以出来那个味道非常好闻，而且一小瓶其实也很容易消耗。排名第18的呢是这个 Buttermilk Pancake All-Purpose Baking Mix Powder 朋友们，这个东西是我拿来作为一种调料的，而并非真的用它来做 pancake 的。之前有一期节目里做甜辣虾球，我用它直接当裹在外边的那个糊，它做出来效果就非常的蓬松，外面吃起来呢有那种酥脆的感觉，但是咬下去呢又是那种松软的，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口感，特别棒。就是因为它这个 pancake mix 粉里面它有这个发酵剂，所以它可以起到一个蓬松的作用。除此之外呢，我们做炸鸡或做一切炸物的时候你都可以用到它。 Trader Joe's 他们家出的这个 pancake mix 粉里面是不含糖的，相反它还含盐，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专门让我拿来做这种炸物用的呢？我觉得真的是天选之人，不是天选之物，天选之户接下来推荐的呢，这是一款韩式辣椒酱我个人是觉得它跟这个韩国超市里卖的辣椒酱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我是觉得盲测是吃不出来的。它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的包装非常的小，这样我们吃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一般我用它煮汤炒韩式年糕煮这个韩式部队锅等等我都会用到它。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我用那个 Buttermilk Pancake 粉做的甜辣虾球，也是用到了这个辣椒酱。复刻过那道菜的人呢都反馈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那道菜，好吧。接下来推荐的这一款酱料呢，它是一个日式酱料。先来看看它的配料表都有什么：酱油、糖、蒜、芝麻、醋、姜、香油、洋葱，一听就知道完全符合我们亚洲人吃饭的这种口味，对不对？而且它的芝麻含量也非常的高。这款酱料呢，它和 Costco 卖的Kinder's 他们家的 Teriyaki Sauce 的味道非常的接近，但是我觉得这一款比那一款更加的偏中式口味一些。用它来干嘛呢？腌猪肉、牛肉、鸡肉都可以包括虾，腌好了以后直接炒、直接烤都非常的好吃。还可以用它炒菜、炒饭也非常的好吃。它还可以用来做蘸料，吃火锅或者吃烤肉都可以用到它。一会儿呢，我会用它给大家做一个特别好吃的蘸料。接下来推荐的这款酱料呢是茄子蒜香味的抹酱，它呢是来自保加利亚的一款酱。我前面推荐了很多酱料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但是都能用来做我们的中餐，所以说明我们要带着发现的眼睛。你会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基本上我们的美食其实都是相通的。
这个酱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茄子、蒜，还有甜椒、番茄酱，放一点盐和糖就组成了这个酱。一般西式的做法呢，就是把它抹在面包上，或者是做三明治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酱。我一般是拿它用来炒茄丁，基本上其他的调料都不需要放，而且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炒茄丁呢，拌面呀、拌饭呀都可以，特别特别棒。排名第13和排名第14的呢是这2款骨肉汤，一个是鸡的，一个是牛的。很多小伙伴都对这个鸡汤牛肉汤产生特别大的困惑，就说它这里边有没有防腐剂。就首先告诉大家非常的安全它是不含各种防腐剂，而且我之所以推荐它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包装都比较小，它非常友好，一下就能用完其次要说一下它的这个成分配料表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因为它都是用有机的东西去做的，比如说有机的鸡有机的蔬菜等等。你看这个是有机的牛有机的蔬菜做的，它就相对来讲它的品质更好一些。煮汤炒菜都可以放，它特别提鲜。你要如果特别介意放什么鸡精味精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往里放这种高汤又提鲜又有营养又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里边没有防腐剂，所以如果你开封之后呢，你必须要在5天之内把它用完，而且要放在冰箱里去保存。排名第12的呢是这款豆浆，它的成分非常的干净而且简单，就是有机的黄豆和水，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在美国喝到过的豆浆最好的就是它，我觉得比很多中国超市卖的那个传统豆浆味道还要正宗，又纯正又便宜，没有任何调味剂，没有糖，没有什么盐，什么都没有。它也不含其他任何乳制品它也可以用来做豆浆火锅，你又可以拿它当饮品，又可以拿它来做菜，所以一举多得。说到这儿呢，就大家一定要去翻看我那期视频我用它做过一个豆浆面，真的非常好吃，不要错过哟。排名第11的呢是这个浓缩的冷萃咖啡，这个不是调料，但是因为它太好喝了，所以我不想错过，想把这个推荐给大家，夹带一个私货。首先它这个咖啡是有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冰咖啡是高温萃取之后加冰块，这个冷萃咖啡呢是低温萃取的，所以它能更好的保留咖啡原有的这种风味，它没有被破坏掉。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喝这种冷萃咖啡，我觉得更浓郁，所以我自从喝上它呢，我就再也不喝那种传统的冰咖啡了，就直接喝这种冷萃咖啡。这款咖啡它是浓缩的，所以大家可以兑豆浆呀，然后兑牛奶呀，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调味。那么我一会儿呢就用它和这个豆浆给大家做一个豆浆咖啡，非常非常的好喝。排名第10的呢是这个抹茶拿铁我继续夹带一个私货，它是一个饮品，但它真的巨好喝，所以我真的不想错过。抹茶拿铁大家可能会以为这里面有咖啡，其实不是，拿铁的意思呢是奶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就是抹茶和奶。所以如果你喜欢抹茶的味道，千万不要错过它。调对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值得注意一点的呢就是它含糖量比较高，虽然没有咖啡，但是茶本身呢也是含有咖啡因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尽量不要晚上喝，就是早晨起来把它当成一个饮品，非常非常的棒。排名第9的呢就是这个有机的意大利黑醋。Trader Joe's 他们家其实有很多种意大利黑醋，但我只推荐这一种，这一种是有这个小黄标认证的，认证它是摩德纳这个地区有机的葡萄酿制的，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包装非常的小，我觉得我们吃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它的价格呢也不贵，它呢就是稍微的比我们传统的醋呢会甜一点，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烹饪的时候都会要往里放糖，或者你放其他的一些综合调料里边也都是含糖的，所以这一点点糖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它不是问题，反而呢会让这个菜会出现更好吃的这个味道，尤其是用它来拌沙拉、拌凉菜，我也会用它来做吃饺子的时候蘸的那个醋，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相信如果你用过它呢，也会爱上它。说到这个橄榄油呢，全世界最好的3个产地呢就是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我个人呢更喜欢意大利产的橄榄油，因为它自带一股非常特殊的清香的味道。Trader Joe 的这款橄榄油呢，它是西西里的初榨橄榄油，口感呢也非常的棒，像黄油般的那种丝滑。它是由3种橄榄的油混合而成的，种植、收获、压榨都在意大利西西里完成的。我们主要就拿它拌沙拉，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排名第7的呢是 Trader Joe's 的这款牛油果喷雾，牛油果的这个冒烟点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般用它就是来烤个东西啊，或者炸个东西啊，炒菜啊，都非常推荐牛油果。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喷雾呢？是因为它配合空气炸锅使用真的是太方便了。它呢里边是不含助推剂的，所以相对来讲呢更加的放心一些。包装呢也比较小，就这么一瓶，价格也不贵。所以如果你不经常使用这种喷雾油的话呢，你就去 Trader Joe's 他们家买，我觉得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方便好吃，营养健康。排名第6的呢是 Trader Joe's 这款芝麻油。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推荐过 Costco 他们家的一款法式的芝麻油，很多小伙伴都反映说他们那儿买不到，那我就推荐 Trader Joe's 他们家这款，它也是烤过的这个芝麻榨成的油，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它还是有机的芝麻，也更安全更放心一些。它的香味呢还是略差于这个法式的那款香油，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它作为平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平时用它来拌凉菜呀、拌沙拉呀、包饺子呀、拌面呀、炒菜呀等等等等，非常的推荐啊，大家可以试试。第5名是Ketchup粉，Ketchup的这个酱呢大家都太熟悉了，但是这个粉呢，我是感觉我只在 Trader Joe's 他们家见过。当你又想吃有番茄味儿的东西，可是你又不想让它有那种湿湿巴巴的那种酱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它。反正就是它特别适合我们用来做一些解馋的小零食，然后最后撒上这个粉。平时我们早上起来煎一个蛋，但是你又想让它有点番茄味儿，你可以在上面撒这个番茄粉，它吃出来那个味道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排名第4的呢是这款洋葱辣椒酱，这个简直就被我评为老干妈平替，跟咱们传统的这种中式辣椒酱的风味非常非常接近。大家看一下它的成分表：橄榄油、干洋葱、干大蒜、干红甜椒、碎辣椒，还有海盐。大家从这成分上就能看出来，它是真的非常符合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口味的。它跟老干妈不同的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有这种脆脆的这种洋葱，像我就非常喜欢，我会觉得咔哧咔哧的，但是老蒙吃起来他总会觉得好像有牙碜似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是唯一值得需要注意的一点，其他的都非常非常棒。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前3名了，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排名第3的呢就是这个芝麻沙拉酱，它可以作为日式的芝麻酱的平替，修比他们家的那个平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 Costco 是买不到的，还有其他超市也不太好找，但是 Trader Joe's 这一款跟那款实在是太像了，它这个味道呢也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像我们平时拌凉菜呀、做饭团啊，就任何场景吧，我觉得都可以应用，又有一点酸味儿，又有一点甜味儿，然后又是那种非常浓郁的这种芝麻的香味儿。总而言之，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它。之前呢，我也用它做过麻酱面，也是用 Trader Joe's 的所有食材做的。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翻看那期视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酱还记得吧？一会儿我就用它们俩给大家做一个，又可以用来做火锅，又可以用来做烤肉的这个蘸酱，非常非常的绝。2名呢就是我手里的这款番茄膏，它叫 Tomato Paste。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推荐它，因为我使用它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只要我用到了番茄，就会用到它。因为美国的很多番茄，它的番茄味没有那么的足，但是我放了它呢，它番茄味一下就出来了。而且它的成分呢也是非常健康的，它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是一个综合调料，没有，它里面其实只有番茄做成的泥，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柠檬酸，它柠檬酸是一个纯天然的防腐剂，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它里边有防腐剂啊什么的，没有。煮番茄汤、鸡蛋炒番茄，还有做番茄面，就是你们可以去随便翻看我有番茄的视频，基本上我都会放它，因为用了它真的会让整个菜品提升一个 level。今天的冠军呢就是我手里的这款
蘑菇综合粉，它是一款综合调料，它里面除了有盐之外呢，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蘑菇磨成的粉，所以它的鲜味是非常非常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底下写了一个umami，不是味精的意思，它是鲜味物质的意思，因为它足够的鲜，所以人家才写的这个词儿。千万不要误会，这里边有鸡精味精啊，没有，放了它基本上也就不用放盐了，又能提鲜又起到了放盐的作用。这是我最近很多期视频里面，只要炒菜啊或干嘛的都会用到这一款调料，所以我把它放在了 No.1。它跟普通的鸡精、味精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这里不含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剂和防腐剂，它不像有一些鸡精里面它会放一些化学防腐剂，比如像亚硫酸盐呀之类的，所以用它呢，我觉得更安全更放心，然后起到的作用呢也是一样的，超级无敌推荐。本期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记得努力跳跳跳，我去游泳了。